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当长姐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在心底默默地决定了，从此我跟她不再是姐妹。短短3天，整个京城人尽皆知，说永定侯府的二小姐在宫宴上勾搭大皇子，被人发现后落荒而逃，不知廉耻，臭名远扬。我自回来后就闭门不出，直到贴身丫鬟韩香眼眶红红地走进来，禀告说：“二小姐，李家过来退亲了。”我攥紧手中的帕子，勉强镇定说：“出去看看。”客厅里，我隔着一道屏风站着。李家甚至连长辈都没来，只来了个管家，赔着罪，十分对不住。我家大公子一心考取功名，配不上二小姐，我家老爷特地吩咐婚事作罢。我娘气地指着他骂道：“既一心考取功名，之前又为何要议亲？”那管家顿时就不高兴了，不咸不淡地回答：“夫人，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家二小姐名声有污，哪家好好的公子哥还愿意跟二小姐谈婚事？你……”我娘捂着胸口，差点气得吐血。那些风言风语都是假的，你不许污蔑我们家双姐儿。管家不以为意，是不是污蔑，你们心里清楚，反正都是这么传的。侯爷夫人，你们就发发善心，放过我们家大公子吧。要不将来真嫁过去，二小姐能有好果子吃。够了，我爹有几分疲倦的声音响起。退就退吧，他说的对。直到那管家离开后，我娘才崩溃道：“老爷说的轻巧，双姐儿以后要怎么办？”我爹无奈，事已至此，我们总不能强逼着李家娶她吧。我娘冷笑：“明明做下这等丑事的是玲姐儿，凭什么要我们双姐儿替她背锅？”我娘是继室，这么多年，她待兰陵不说宛若亲生，也从没给过一句重话。哪怕知道祖母和爹偏心兰陵，她也没多过话，反倒劝我：“她是大小姐，又没了亲娘，你爹和祖母心疼她也情有可原。”这是她第一次为我的事和我爹争执。我爹却烦躁起来：“那你想如何？事已至此，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呀。”晚上，我坐在月洞窗下抚琴，韩香走过来说：“二小姐，您好歹吃一点吧。”我摇摇头，我哪里还吃得下去？韩香顿时就红了眼，不忿道：“老爷和老夫人也太偏心了。大小姐做下这等丑事，不说解释，至今连句道歉都没有。老爷和老夫人竟还全由着他，他害了二小姐，反倒跟没事人一样。反倒是您，连着被李家退了亲，又全是风言风语。二小姐，您忍得下这口气，奴婢都忍不下。其实我也忍不下，我只是表面平静罢了。韩香，你明天去李家，就说我要见李大公子，我要当面找他问清楚。我如今虽然名声有污，可他就这样退了亲，连一句解释都懒得问我。难道在他眼里，我是那样的人吗？我跟李策的婚事是半年前定下的，说定下并不严谨，因为长姐的婚事还没有着落，我总不能越过了他。但李策认定了我，早早的让长辈过来议亲。虽然没有定下婚事，却是早就商议好的。我来到云水楼，这是我跟李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天云水楼举办诗会，外面下着大雨，我躲进来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在地，李策扶住了我。那时只是匆匆一瞥。后来我跟母亲去明禅寺上香，
谁知碰到流民动乱，他们将明禅寺围了起来。我再次碰到李策，他带着我们躲避，在明禅寺相处了整整3天。期间，我差点被一块大石头砸中脑袋，是他推开了我。为此，他手臂还受了伤，流了很多血。我过意不去，撕下衣襟为他包扎伤口，他那时脸红的滴血。回到京城后，李家就上门提亲。我和母亲都觉得他是难得的良人，便应下了。回过神来，包厢的门被敲响，我示意韩香去开门。然而走进来的不是李策，而是他身边的书童李岩。我问他：“你家大公子呢？”李岩朝着我作揖，回答：“我家大公子说，让二小姐不必找他了。二小姐既心有所属，他成全二小姐，只怪他跟二小姐没有缘分。”韩香顿时急了。我抬了抬手，示意韩香不要说话，而是盯着李岩，一字一字说：“麻烦你转告大公子，传言的事情与我无关，是他人栽赃陷害。”李岩沉默一会儿，轻叹：“二小姐，我家大公子又说了，就算二小姐否认此事，不管真假，都已经事已至此。李家的意思便是大公子的意思。婚事作罢，没有回旋余地。”李岩说完，不敢再看我，匆忙就离开了。韩香原本是着急，现在是生气。二小姐，他们怎么能这样？我站在包厢的窗边，看着外面热闹的街市，沉默不语。刚一回到家，就有永寿堂的丫鬟过来说老夫人有请。自打从宫宴回来，已经整整5天了，祖母总算是打算出面了。双姐儿，这件事情是玲姐儿做的不对，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你推出去顶罪，祖母让她跟你赔罪。说着，祖母眼一横，将躲在她身后的兰陵推出来。兰陵这几天脸都没露，一直躲着，此时怯怯看着我，看上去真诚无比。二妹妹，是姐姐的错，姐姐当时就是昏了头，不是有意的，还请妹妹能原谅姐姐的过失。说完，她扶了扶身。我没说话。祖母看着我俩松了口气。好了，毕竟还是姐妹，这件事情就当过去了。我娘不可思议地抬头，指着兰陵：“玲姐儿害得我双姐儿丢了婚事，名节尽失。娘，难不成就这么算了？一句道歉就当过去了？这还是第一次。”我娘指着兰陵的鼻子骂。兰陵顿时就委屈了，拿着帕子捂眼角。祖母站起来，加重了声音：“那你还想怎么样？”我娘别过脸。祖母又说：“谁也不想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玲姐儿也是一时糊涂，都是一家人。我知道双姐儿受了委屈，可你也不想想，现在就算是把玲姐儿推出去，告诉大家事实，又能改变什么？不过是让人家图看笑话罢了。”说完，祖母剧烈地咳嗽起来。我爹连忙走向前去，轻拍祖母的后背，呵斥我娘：“你少说2句，都惹得娘发病了。”好一会儿，祖母才重新坐回椅子上。她缓缓开口：“今天找你们过来，是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祖母看着我说：“李家退了亲，外面的风言风语太多，对双姐儿很不利。将来她的婚事怕是很难说。既如此，要不就嫁给我娘家侄孙，正好2个孩子年龄也合适。我看魏然就挺喜欢跟双姐儿待在一块的。”祖母的娘家侄孙周魏然，不学无术，还是个大胖子，比我大6岁，连媳妇都娶不到。我娘再次震惊，她嗖地看向祖母。
祖母大概也知道周蔚然不合适，连忙看着我娘补充说：“要不就你娘家侄子也行。”娘是看好歹大家都是亲戚，只要说清楚，他们肯定都会善待双姐儿的。我娘不说话了，祖母又咳嗽了2声，才道：“要不就先避避风头，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好歹双姐儿年龄还小，缓2年也无妨。只是这婚事得提前跟他们商量好了，免得再生变故，这是为双姐儿好。”晚上，我娘过来了，她怨恨道：“娘是真没想到，你祖母和你爹居然偏心到如此地步。名节何等重要，他兰陵毁了你的一切，你祖母就一句他是一时糊涂，还偏帮他。”我娘心疼地轻拍我的背，我双姐儿受委屈了。我确实觉得委屈。从前长姐一心想攀附大皇子，我还劝她，咱爹只是6品芝麻官儿，大皇子占了场，8成要娶一位显赫贵女，不会看上我们家的。长姐要是再纠缠不休，只会坏了自己的名节。没成想她毫发无损，她将恶名全部都栽赃到了我身上。我冷笑，祖母和爹不过是觉得长姐和大皇子私下定情，认为长姐还有希望嫁到大皇子府。我娘一怔，我继续说，他们也不想想，出了这等事，皇室怕是会对我们兰家避之唯恐不及，不过是痴心妄想。我娘连忙安慰我，不说这个了，免得气坏了身子。她仔细观察我脸色，才小心翼翼地开口：“你祖母虽然太过偏心，但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双姐儿，其实你表兄也不错的。”我心想，表兄心有所属，让他放下心上人来娶我。如果我实在没人要，他肯定也会照顾我的。可是这对他公平吗？娘，我想先安静一段时间，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娘点点头，也好。要不娘就带你回老家一趟，咱不在这京城了，也休得再听到那些胡言。我摇摇头，娘，过段时间再说吧。表兄魏泽远在宫里当差，是御前侍卫。趁着他休沐，我特地来找他。将事情说了之后，我补充，这件事情原本就是大皇子和长姐的错，凭什么由我来承担？爹和祖母护着长姐，一句道歉就接了过去，那么大皇子呢？表兄复杂地看着我，你真要如此？我点点头，我定要找他问清楚，难道他不该给我一个交代？表兄犹豫，可是你一个闺阁女子，就这么贸然去找大皇子的话，我沈笑，反正名声已经不能再差了。表兄轻叹，最终还是答应了。那好，我会帮你留意大皇子的行踪。7天后，表兄传来消息，说大皇子今天下午在明月楼。明月楼是一家骑社，我连忙收拾好自己，带着韩香出了门。明月楼里，我找到大皇子所在的包厢，外面站着2个侍卫，他们不放我进去。我大声喊：“永定侯府兰儿求见大皇子殿下！”一连喊了3声，气得那2个侍卫都要过来打我。包厢里终于传出了一道声音，慵懒随意的：“你找殿下有何事？”随后包厢的门被打开，走出来一位玄衣的年轻男子。他看到我后愣了一下，笑了，是一位漂亮的小娘子。你叫什么？我朝着他拱手说道：“我是永定侯府兰氏孙女兰霜，有要事求见大皇子殿下。”要事？年轻男子似乎有点怀疑，但还是让了让。那你进来吧。走进包厢，我看到里面有一道屏风，
遮挡住了我的视线，而玄衣男子站在我身旁。你找我有何事？屏风后头传来一道声音，我一听就知道是大皇子。我瞥了一眼身旁的年轻男子，犹豫问：殿下，确定要在这里听吗？是观澜家。可大皇子的声音依旧平淡地响起：说吧。行吧，这可是你要我说的。那我就说了。我于是不客气道：殿下与我长姐的私事，我本不适合过问。可是半个月前，长姐强行将我推出去顶罪，害得我不仅丢了自己的婚事，还闹得满城风雨，名节尽失。此事，殿下觉得该如何处理？什么？我身旁的玄衣男子顿时震惊不已。殿下，你跟他长姐怎么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屏风后头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接着，从里面走出来一道身影，穿着一身白色锦衣，看上去尊贵无比。他皱眉看向我：你好好说话，怎么胡乱攀咬？我心想，你居然还不承认？一刻钟后，听完我陈述所有事情后，大皇子一脸吃了苍蝇一样，而旁边的玄衣男子简直口无遮拦，笑着说：是有这么回事，我也是前几天听说的，对你倒是没什么影响，只说这兰家姑娘一心攀附你，闹了笑话。不是我，是殿下与我长姐私下相交，我纠正他。大皇子气急：我压根就不认识你长姐。说完，大皇子定了定神，没好气道：半月前的宫宴我只露了个面，父皇让我出城巡视，直到昨日傍晚才回来。我有点懵。旁边的玄衣男子忍俊不禁：这么说，跟你长姐私相授受的既不是殿下，那又是谁？还连累的你名声受损。大皇子蹙着眉，半晌才说：这样吧，你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回府后好好查一查，届时等水落石出。我自然不满意这个结果，万一大皇子是装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呢？这样就想打发了我，那我不是白来这一趟了，什么交代都没要到。玄衣男子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冷不丁说：殿下，他好像不大信你。大皇子顿时就有几分生气。玄衣男子倒是笑了，他看着我说：要不这样吧，过3日你到明月楼来寻我，我告诉你事情的进展。你放心，明月楼是我家的产业，实在不行，你到恒王府找我也行。我是段云潮。恒王府。段云潮跟大皇子应该是堂兄弟，怪不得他们之间这么熟络。好，他们都这样说了，那我只能答应下来。韩香今日一直跟着我，回去的马车上，我问他：你说大皇子的话可信吗？韩香笃定：奴婢听声音，大殿下定是敢做敢当之人。我叮嘱他，今日的事儿一个字都不许外传。另外，回去后你帮我盯着长姐那边。我想起京城传言，都说大皇子殿下恭谦有礼，礼贤下士，最是人善。他应该也不至于骗我吧？可长姐跟大皇子的事儿，如果大皇子说的是真的，那么就只能是长姐骗了所有人。他为什么要欺骗？为什么要陷害我？深夜，我辗转反侧，想起从小到大，家里所有人都更宠着长姐，包括我娘。小时候，我们一起念书，笔墨纸砚都是她先挑，她挑剩下的再给我。还有衣裳、头花、首饰，虽说我娘每次都是准备2份，但也不是一模一样，都是她先挑选。更别说有的东西只有独一份，
比如我跟长姐一起学琴，家里只有一把品质好的交尾琴，自然是给了长姐。哪怕我学得再好，弹得再动听，也只能用普通的琴。从前不是不委屈的，只是我娘安慰我，双儿，你长姐从小没了娘，心里是很苦的，你多让着她点，娘私下里多照顾你。我心想也是，娘和弟弟私下里都更亲近我，我也就忍了。慢慢的，逐渐也就习惯了。我想不通哪里得罪了长姐，她究竟为什么要害得我名节尽失？韩香盯了长姐的院子2天，第1天无事发生，第2天她说大小姐今日出城祭拜先夫人。老爷听闻，也跟大小姐一起去了。他们下午回来，怕是如往常一样到老夫人那里用饭。长姐祭拜她亲娘，1年要祭拜好几次，除了清明、端午、过年，还有她亲娘的生日和忌日，反正每次都要引得我爹和祖母落下几分泪。傍晚，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来到了我娘这里。将嬷嬷打发出去后，我问娘，长姐的母亲当年是怎么去的？好在我娘并没有多想，回答说，听说从小身子就不大好，生你长姐的时候又血崩。说着，我娘叹气，女人生孩子本就是道鬼门关，可怜哟。我又问，那娘亲又是什么时候嫁给我爹的？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跟长姐才相隔了不到2岁。我娘回答，在她丧妻半年后来我家提亲。我没忍住撇嘴，爹不是说对先夫人一往情深，怎么才丧妻半年就要续娶？娘白了我一眼，怎么说你爹呢？他摇头苦笑，男人就这样，家里离不得女人。当时娘的母亲，也就是你外婆病重，娘年纪又大了点，就急匆匆嫁给你爹，顺带冲一冲喜。要不然，指不定还看不上他呢。不过，娘话音一转，你爹也算不错，这些年只有娘一个，娘心满意足了。从我娘那里离开后，我又思忖，这么说，长辈之间好像也没有恩怨。第3天，韩香突然急匆匆地跑回来，喘着气说，二小姐，奴婢瞧见大小姐院里的人出去送信，还是大小姐亲笔写的。我蹭的一下站起来，送给谁？韩香摇头，不知道，奴婢让小丽盯着去了，刚出府。小丽是我院里的杂役，一直过了1个多时辰，小丽才回来，说亲眼看到长姐的人将信交给了大皇子府的人。我脑子轰隆一下。我再次来到明月楼，本以为会冷遇，谁知等了半个时辰后，段云潮真的出现了。他打量着我，你来得倒早。我垂眸端坐，段二公子不是说让我3日后过来吗？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段云潮的身份，他是恒王的嫡次子，确实是大皇子的堂弟。段云潮随手给自己倒了杯茶，胡乱饮了一口，说：“当日是这么说，不过你来了也没用，事情一点眉目都没有。大殿下去宫里查了，都过去了半个月，都说是你什么的。问题是你又说是你长姐诬陷你的，这还怎么查？总不能叫大殿下去跟你长姐对质吧？大殿下也做不出来这事儿啊。”我盯着他，脱口而出：“你们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这句话太用力，我双眸一下子就忍不住蒙上了水雾。小丽亲眼看到长姐的信传到了大皇子府，也就是说，长姐确实跟大皇子有联系，那么就只能是大皇子撒谎了。而眼前这个段云潮，他跟大皇子是一伙的。
他们都在欺骗我。想到此，我更加忍不住眼泪吧嗒往下掉。段云潮顿时手脚无措，在自己身上搜了半天，搜出一条帕子给我。你别哭了。我一巴掌拍掉了他的帕子，激动道：你说的轻巧，你们究竟知不知道女子的名节有多重要？我原本有好好的一桩婚事，就这么被你们搅黄了。而且现在我的名声，以后我还能嫁给谁？没人愿意娶我了，我只能上山当姑子。宫宴那件事情过后，我感觉天就像塌了一样，身边所有人都替我委屈，都哭得眼睛红红的。我娘、韩香，我不想让他们难过，所以一直在强装冷静。但其实深夜我偷偷哭过好几次，第二天早上醒来又不想让他们发现，要不然他们只会更加担心我。忍了这么久，这会儿像是不管不顾地爆发了。我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来这里，得到的答案却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都在欺骗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段云潮抓耳挠腮，要给我擦眼泪，我背过身去不理他。段云潮一连说了好几次，我跟大殿下是真的很无辜啊。我自然听不进去，沉浸在了悲伤里。段云潮急道：你别哭了，实在不行，我娶你总行了吧？我哭声戛然而止，去马车里换了件干净的衣裳，重新上妆后，我才回到包厢。方才情绪过于激动，我知道段云潮肯定也是胡言乱语，当不得真话。况且我刚才那样哭，肯定很丑，太丢脸了。我扶了扶，方才的事情，请段二公子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就只当没看到，没听到过。段云潮打量着我，含糊回答：其实确实可以考虑一下。我愣了愣，什么？段云潮连忙垂眸，有点讪讪：没什么没什么。对了，你说你长姐的亲笔信到了大皇子府？我点点头，将查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段云潮沉吟片刻，说：这样就好办了。我安排一个跑腿的去你们侯府门口守着，大皇子府那边我也去打个招呼。等到下次你长姐再安排人过去送信的时候，我们来个瓮中捉鳖。这确实是个好办法。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不禁又相信了他。段云潮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有点吊儿郎当的样子，看着我说：瞧你吧，还是这样好看，哭什么呢？他说：不就是名声毁了，京城多大点地儿，你离开京城不就完了？难不成这点风言风语还能传到外地去？外地有的是世家大族，名山大川，怎么就不能过得舒坦了？再说，真正看重你的人，必然不会因为这点子风言风语就看不起你。况且你还是被诬陷的，心疼你还来不及。那些因为这点事儿而瞧不上你的人，你又何必在意他们？段云潮失笑，还上山当姑子，你知道一辈子有多长吗？再说这点子事儿，说不定过一阵子，大家就都忘了，也就你自己耿耿于怀。我心想他说的不对，女子的名节何等重要。结亲前，双方的父母必然要着人打听对方的品行什么的。我有了这个污点，别人一旦打听到，就不会看中我了。可是潜意识里我又觉得他说的好像是对的。傍晚，我坐在月洞窗前，以手指肘，半晌才弹了一个音。我问韩香：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局限自己了？韩香的声音透着迷茫：二小姐，您说什么呢？我缓缓摇头：没什么。
段云潮果真安排了个卖货郎在我们侯府门口，我出去瞄了一眼，卖货郎卖的是糖炒栗子，他身后还跟着个小少年。看到我，小少年朝着我挤眉弄眼了一下。又过了几天，韩香急匆匆小跑进来说：“二小姐，门口那个糖炒栗子的，他说段二公子来了，让小姐出去叙话。”我来到侯府门口，看到停了一辆马车。糖炒栗子的小少年凑到我面前，笑嘻嘻地指着马车说：“小姐请。”我犹豫了一下，马车看着空间很小，如果里面只有段云潮一个人的话，我咬咬牙，还是走了进去。里面果真只有他一个人，正笑着看我。我不禁脸颊有点烧，连忙走过去，坐在他对面，低声问：“段二公子，可是事情有进展了？”他眼眸很亮，一眨不眨地看过来。对，你一定想不到。隔天，我来到院子里折花，看到长姐带着丫鬟也在。我问她：“长姐还在跟大皇子联络吗？”长姐瞥了我一眼，轻轻嗯了声，就转身欲走。她向来这样，至少在这个家里，所有人都要围绕着她转。从前我一直迁就她，觉得她是长姐，应当要敬重她。可自从发生了诬陷的事，我就明白，她心里从未把我当作妹妹。我只是她遇到危险时拿来随时牺牲利用的人。就在这时，永寿堂有嬷嬷小跑着过来：“大小姐、二小姐，侯爷请你们立刻过去一趟。祖父回来了。”到了正厅外面，嬷嬷提醒说：“两位小姐，侯爷吩咐咱们下人谁都不许进去。”长姐将手中的花递给丫鬟，嘟囔一句：“搞什么嘛？”就率先走了进去。我跟在她身后，到了正厅，我微微睁大了眼眸。坐在最上方的不是祖父，而是大皇子殿下。他身旁的椅子坐着的则是段云潮。看到我进来，段云潮朝着我笑了一下。我微微颔首，然后去看长姐。长姐看到大皇子明显有些犹豫，但又不敢确定的样子。在大皇子身后还站着一个人，看着像是跟随。没一会儿，家里人都到齐了。祖父指着大皇子介绍，刚介绍完，长姐就眼眸一亮。我默默看了他一眼，可大皇子压根没看长姐，他咳嗽了一声，徐徐说：“今日过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随即大皇子身后的跟随走出来，扑通一声跪下去，大声道：“我与贵府大小姐两情相悦，还请侯爷夫人成全。”你说什么？长姐惊呼，随即愤怒道：“你胡说八道！”那跟随看着长姐，是掩饰不住的欢喜。灵儿，是我呀，你不记得了吗？你我每日通信互诉衷肠，你说过非我不嫁的。长姐脸色煞白，随即又涨得通红。你胡说！我明明是，明明是。长姐看了一眼大皇子，就要扑过去：“殿下您救我！”段云潮走出来，拿身上的佩剑挡住了长姐，皱眉：“干什么呢？好好说话，不要碰瓷。”据大皇子说，那跟随是他府上的门客，叫谭志文。因有几分才学，大皇子便时常照他交流一些文献。大约半年前，谭志文在莫文斋遇见了长姐，因一些原因一直没有面对面，只是书信交流。长姐误以为谭志文就是大皇子，而谭志文因为从小家境贫穷，又心悦长姐。他知道一旦公开自己的身份，长姐必不会再跟他书信往来，因此一直默默隐藏着，甚至假扮大皇子跟长姐往来。
故事听完后，大皇子咳嗽了一声，指着谭志文，他所做的一切固然不对，可他苦苦哀求，说新月兰大小街与兰大小街两情相悦。我此番过来是为2件事情：第一，解开这当中的误会；第二，若他们确实两情相悦的话，我也不好强行拆散了他们。侯爷，您说呢？祖父陪着笑，殿下说的是。长姐却尖叫一声，这不可能！他指着谭志文，殿下您别听他的，他在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认得他。谭志文却哀伤地看着长姐，灵儿，你好好看看我。宫宴那天跟你相会的就是我呀，你好好看看我的脸。长姐盯着谭志文的脸，随即脸色越来越白，全身颤抖起来。可他还是摇头，这不可能，你胡说八道。我仔细打量着谭志文和大皇子，不得不说，谭志文的身形和大皇子挺像的。宫宴那天原本就是晚上，长姐平日里也没什么机会能见到大皇子，就算是见到，也只能远远看一眼。再加上谭志文是大皇子的门客，肯定对大皇子的一切都很熟悉，怪不得能骗过长姐。长姐捂着脸，飞快摇头。谭志文却连忙从怀中取出了一叠信，急着说道：“灵儿，你看，这些都是你写给我的信，我都留着呢。”我瞥了一眼那些信上的字迹，确实是长姐的。长姐却忽地转身，扑到了祖母的怀里：“祖母救我！祖母，我真的不认识他，他在骗我。”谭志文脸色惨白。祖父长叹一声，走出去问谭志文：“你家住哪里？家里有几口人？家里是何营生？可有功名在身？”谭志文连忙战战兢兢地回答：“住柳街巷，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功名还在考。侯爷放心，就算是为了灵儿，某也会致力考取功名，不负他。”祖父还没说话，祖母就大怒道：“你欺骗在先，说什么负不负的？灵姐儿断不可能跟你有什么牵扯。殿下，此等无耻小人！”祖母差点背过气去，还请殿下做主。我心想，柳街巷是什么地方？脏乱差不说，听说还有大量的租户与流民，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没什么钱，况且这谭志文连功名都没有，恐怕在大皇子府上也是混个差事糊口。侯府再怎么没落，也绝不可能让大小姐嫁到这等人家去受苦。大皇子已然明了兰家的意思，他点点头，这件事情确实是他有错在先，理应受到惩罚。侯爷，此人便交给你，但凭发落，我绝无二话。祖父朝着大皇子拱手，多谢殿下。说着，大皇子站起来，目光看向了我。我一愣。大皇子忽然开口：“这次过来还有另一件事情。谭志文与兰大小姐的事情，却是无辜牵连了兰二小姐。谭志文毕竟是我府上的门客，此事我亦有责任。若是侯爷允许的话，我愿意求娶兰二小姐。”我不敢置信地抬头，却是看到段云潮同样震惊地看向大皇子，而趴在祖母怀里的兰陵也嗖的一下看向我，咬着下唇。我娘忽地惊喜起来，我爹也满脸激动，祖父显然也是高兴的，他拱手：“殿下，殿下！”我打断了祖父的话，我知道这样很不礼貌，可是我很担心祖父一高兴就答应了下来。殿下愿意求娶我，我很感激。我朝着大皇子扶了扶，垂眸问：“只是想问一问，
殿下是想求娶我做正妃，还是别的什么？”我娘立刻就冷静了下来。是啊，这是大皇子，他怎么可能求娶我当正妃？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大皇子正色道：“正妃自有父皇母后甄选，二小姐，我只能答应你，若是你愿意的话，我愿意上禀父皇母后，求娶你当侧妃。”我心想，果然。正待说话，就意识到我娘拉了我一把。我娘朝着我摇头，祖父也看了我一眼，才说道：“殿下，此事缓些日子如何？”大皇子点点头，自是不急。按礼法，须得等我大婚1年后，才可商议那侧妃的事宜，到时候再商量亦可。大皇子没一会儿就离开了。倒是段云潮，他似乎不想走，频频看了我好几眼。等我望向他时，他又收回了视线，跟大皇子一起离开了。他们一走，长姐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祖母，祖母，您要替我做主。”我玲姐儿太可怜了，祖母也跟着流泪。我爹气得让人把谭志文打了一顿，听说打得血肉模糊，让人抬着扔了出去。长姐连看都没去看一眼。我娘则拉着我一脸高兴：“双姐儿，想不到你竟是因祸得福。”我神色淡淡的：“娘，大皇子愿意求娶，是因为他觉得连累了我。虽然他也无辜，可我终究因为此事跟他扯上关系。在外人眼里，我攀附大皇子闹了笑话，还满城风雨，被悔婚。大皇子怜悯我，才答应我一个侧妃之位。我娘不以为意，大殿下愿意承担此事，肯怜悯你，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他都说了要娶你的话。双姐儿，你可知道这机会多难得？大殿下怎么就不肯去怜悯旁的女子？咱家如今就算是嫁给大殿下当侧妃，也不算委屈了你。”我抿着唇不说话，其实刚才在正厅娘要是没拉住我，我就拒绝了。娘，横竖没那么快，让我再想想吧。结果第2天，韩香就急匆匆地跑过来，喘着气说：“二小姐，二小姐，恒王府的人来了，他们说是过来提亲的。”什么？我懵了一下。等我赶到正厅，隔着帘子就听到外面的对话。此时我家二公子已写信回去告知王爷，想来不出1个月，王府就会写回信。侯爷尽管放心，二公子说了，他一定会娶二小姐当正妻，只要二小姐愿意嫁给他。至于大皇子那边，二公子也已经打好了招呼，选择嫁给谁，全听兰家的意思。等把人送走后，我才走出去。我娘一把拉住我，喜不自禁：“这下倒好，前几天还担心你这辈子嫁不出去了，这下连番来了2个，偏偏这2个都很好。”我娘又喜又忧，都不知道选谁。大皇子本就很好，虽说是侧妃，但若将来大皇子能当上太子，那就是贵不可言。恒王嫡次子也很好，而且他愿意娶你当正妻，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运气。我心想，是啊，都很好，比退婚的李家大公子好多了。可不知为何，我都不是太想嫁。大皇子肯娶我当侧妃，是怜悯我名节尽失，愿意负这个责任。而段云潮，不管他是因为什么想娶我，都太仓促了。不管怎么说，我娘、韩香他们脸上终于有了笑，我院子里一派喜气洋洋。就有人不高兴了。长姐气冲冲来到我院里，把我喊出去：“兰霜，你出来。”我走出去后，就看到长姐指着我身边的韩香，
将他拉出来，打20大板，然后轰出府去。韩香嗡的一下，立刻跪下：“二小姐救我！”韩香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我自然要挡在韩香面前。长姐，韩香是我的人。韩香自10岁就跟在我身边侍候，与我的情分非同寻找。这句话我隐含拒绝，长姐一下子就炸了。好哇，一个两个的都欺辱我。现如今连下人都能随意欺辱我了吗？我们去祖母面前，让祖母评评理。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进了永寿堂。长姐一看到祖母就扑过去哭泣，那个叫韩香的丫头明晃晃地笑话我，她笑话我活该，笑话我不知羞耻。祖母，灵儿也是被骗的，她一个下人，居然这样笑话我这个主子，她该不该罚？长姐身边的丫鬟走出来，指着韩香说：“奴婢可以作证，奴婢当时跟大小姐在一起，亲眼看到韩香笑话大小姐，大小姐回来后还哭了一场。”祖母立刻大怒：“来人，将韩香抓起来！”祖母，我挡在了韩香的面前，双儿有话要说。真让他们抓走韩香，没错也会变成有错的了。祖母皱眉看着我，我扶了扶祖母容禀：“韩香是我院里的人，且是我的贴身丫鬟，就算是要处罚，也应该由我来处罚，这是其一。其二，韩香究竟犯了何错，也应该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说完，不待祖母说话，我立刻问韩香：“长姐说的是真的吗？”我相信韩香，她向来懂得拿捏分寸。韩香摇着头，吓得直接哭了出来：“二小姐，奴婢只是说二小姐运气好，没有说旁的。”你瞧瞧，长姐立刻就说：“祖母，灵儿被人骗得好苦，这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们这些下人还一个个笑得开怀，不是笑话我又是什么？”祖母果然心疼他，确实如此。不就是一个下人，祖母替你惩罚了他就是。来人，将韩香拖下去。谁敢？我依旧挡在韩香面前，不让任何人动她。祖母，韩香一个字都没有说错。祖母愕然看着我：“你说什么？”韩香紧紧地抱着我的小腿，她全身发抖，明显害怕极了。我打定主意护着她，这显然是祖母没想到的，她脸色沉了下去。长姐适时的大闹：“好啊，我就说一个丫鬟怎么敢，原来是妹妹授意她的。祖母，灵儿丢了婚事，妹妹反倒因此得了大皇子的意，她这就看不起我这个姐姐了。祖母。”她又开始哭哭啼啼，祖母一边安慰她，一边脸色越来越沉。祖父来了。离开院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去永寿堂让祖母评理，我铁定得吃亏。因此授意小丽立刻去找我娘。我娘动作也快，将祖父和我爹都喊了过来。永寿堂里，祖父坐在上首，指着祖母身边的一个嬷嬷问：“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嬷嬷素来公道，很快就将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出来。祖父听完后，目光落到我脸上：“双姐儿，你有何话说？”我娘有些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我朝着祖父扶了扶。祖父容禀：“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你说。这件事情要从半年前说起。半年前，长姐自称她与大皇子殿下有了私情，我记得当时母亲劝过她，她不听。我也劝过她，长姐反倒斥责我，让我不要管她的事。请问祖父，长姐一个未婚待嫁的闺阁小姐，
却私自与外男有了私情，该不该罚？随后，长姐罔顾礼义廉耻，在宫宴上与人有了首尾，还差点被抓住。祖父，这件事情是有人逼迫长姐做的吗？既然是长姐主动做的，她做下这等败坏名声事情，又该不该罚？最可气的是，长姐明知道被人抓住把柄，却一把将我推了出去，诬陷是我苟且，要我替她顶罪，害得我被退婚，被众口铄金。长姐这番做法，不仁不义，心里可有半点我这个妹妹？祖父，长姐做下这许多错事，至今可有半点惩罚？我吸了吸鼻子，我名声被毁，被退婚，我娘韩香他们日日流泪，好不容易等到水落石出，大皇子愿意怜悯我，韩香自然替我高兴。他说一句是我运气好，有什么错？难道说的不对吗？要说罚，韩香可能确实太高兴，刺痛了长姐的眼，那么就由我来罚韩香1个月的俸禄。至于长姐的惩罚，一切听祖父的。说完，我朝着祖父作揖，就站在一边默然不语。我早就想通了，从前我记着她是我长姐，娘要我忍着，祖母说长姐从小没了亲娘，要多让着她，我就当真什么都不说，也不争取，吃了无数次哑巴亏，可换来了什么？不过是他变本加厉，他从来看不到我的忍让与付出，只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从不将我看在眼里，在需要背锅的时候陷害我，拉我下水。既然如此，我还忍让什么？本不是我的错，既然你说要罚，那就从头说起，看是谁的错多。祖父在这里，长姐自然不敢胡乱抢话，只是她早就默默流泪，此时连忙回答：祖父祖母，灵儿也是被骗的，灵儿被骗得好惨，难道是灵儿愿意的吗？我凉凉扫了他一眼。祖父叹息一声，这事情灵姐儿确实该罚。祖母顿时急了，侯爷，孩子已经够可怜了。祖父有些不忍，却还是正色道：是可怜，但一码事归一码事，灵姐儿做下这许多错事，还不是你平日里太宠着她了？你要是早点劝着她，何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祖母就不说话了。祖父越说越气，把灵姐儿送到庄子上去，好好教养2年，教好了再回来。要是教不好，我也吃了一惊。祖父这意思是，教不好就不让她回来了吗？长姐已然崩溃，连忙哭诉：祖父，祖父，灵儿知道错了。灵儿都已经17了，一去2年的话，那婚事怎么办？灵儿真的知道错了。祖父别过脸不看他，祖母心疼他，喊我爹。浩儿，你来说。我爹神色复杂，娘，灵姐儿确实该罚。祖母呆了下。其实自从上次长姐诬陷我后，我爹就察觉到了什么，慢慢开始冷落他。我也是才观察到，长姐一看大势已去，顿时不管不顾地大声嚷嚷：祖母，灵儿只有你了，祖母，妹妹有亲娘护着，要是我也有亲娘的话，怎么会不护着我？我娘原本一直站在旁边，此时脸色白了一下。我知道以娘的性子，此时或许会站出去替长姐说几句好话，她一直都这么替别人着想。我拉了下我娘，没好气说：长姐是亲娘不在了，可从小长在祖母膝下，也不曾缺了什么。长姐一听大怒：谁不知道你娘私底下什么好东西都给你？我也怒了，回答：长姐既然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
从小到大，是不是无论什么东西都先紧着长姐？至少明面上，我娘从未亏待过长姐，且事事以长姐为先。至于私底下，我娘心疼我，愿意用她的贴己补偿我。可长姐亦有祖母的补偿。我娘已经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心疼长姐失去亲娘，处处替长姐着想。长姐可曾替我娘想过？她哪里做得不好？只不过是看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受了委屈，私底下补偿我，也要被长姐拿来说是她做的不对。我娘忽然双肩颤抖，差点哭出来。我知道她这些年一直很难做，也是觉得委屈的。长姐还是被送走了，尽管她大吵大闹，万般不愿。她一走，祖母就病了。我娘去世急，我原本也是要去的，可我娘把我拉出来，你祖母看到你，怕死会病上加病。你先避一阵子，等你祖母病好了，再慢慢缓和关系。也只能如此了。于是我干脆去佛堂抄经，替祖母祈福，每日将经书送到永寿堂去。一连抄了半个月，听说祖母的病终于好了，我也松了口气。段云潮来找我，祖父亦有所指，你若是不想嫁给大皇子当侧妃的话，恒王府是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了。我明白祖父的意思，我如今名声被毁，好不容易大皇子和段二公子都愿意娶我，我必须要择其一，不能错过这等良机。一旦错失了，我就还是声名尽毁的兰二小姐，无人问津。可我不知为何，就是忐忑不安，也不想做决定。段云潮看上去倒是没什么变化，他打量着我，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愣了一下，什么？段云潮望天，难不成你真打算嫁给大殿下当侧妃呀？我可提前透露给你，大皇子妃已经内定了，是明德郡主。那小妮子泼辣得很，你真要嫁过去，将来有你受的。我朝他扶了扶，多谢告知。段云潮似乎有点着急，那你……我抿唇笑了一下，大殿下愿意怜悯我，可我从来没想过要嫁给他。段云潮也笑了，支支吾吾，那你还是嫁我吧。我不禁红了脸，犹豫了一下才问，段二公子，你又是为何要娶我？堂而皇之的商量这种问题，我浑身不自在，感觉双颊一定红得不像话。可我就是想问清楚。段云潮似乎也很不自在，他咳嗽了声，低声嘟囔，还不是担心你一激动答应嫁给大皇子，我就没机会了。这对话太容易让人想入非非，我背过身去，段二公子。意识到不远处韩香他们在偷笑，我本该离开，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没去看段云潮，低声说，我原本与李家大公子议了婚，原本也以为他是良人。不瞒你说，我曾经见过他几回面，有过一点渊源，他也表示一定会娶我。我那时满心欢喜，可后来我被长姐诬陷。我声音冷静下来，李家要悔婚，只来了一个管家。我不信李公子真的会这般待我，要找他问个清楚，可他却不肯见我，只安排了一个书童传话。可见这世上的事情，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落难的时候，他轻易舍我而去。段二公子，经此一事，我明白了很多。我知晓现如今以我的处境，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可我依旧不想那么快地定下自己的婚事。希望段二公子能体谅，给我多一些时间。说完，我不再看他，径直离开了。
段云潮在原地琢磨了半晌，依旧疑惑，他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段云潮约我出去游玩，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总之，爹娘和祖父都同意了。正值春暖花开，听说城外桃花开得正好。既然要爬山，我干脆换了一身男装。城外有一处10里桃林，游人络绎不绝。段云潮带着我弯弯绕绕，走到桃林深处后，居然看到了一座院子，是木舍，不太大。段云潮走过去推开院门，招呼我：“快来。”我惊讶：“这是你家的别院吗？”周围看着很安静。段云潮笑着摇头：“不是，是一位忘年交。”我不禁有点好奇。走进去后，院子里有一处池塘，一位老翁正在垂钓。这院子周围全是桃花，纷纷扬扬地飘到了院子的地面上、水面上，景色宜人。段云潮带着我走到老翁的面前，大声喊道：“温爷爷，我来了。”老翁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他有着长长的白胡子，笑呵呵的：“小云潮，你这是带着媳妇过来了？”我不禁红了脸。段云潮说：“这院子的主人姓温，是一对夫妇。”温爷爷很和蔼，笑着说：“你们来得巧，今天有鱼羹。”正说着，从木舍里冲出一位老奶奶，生气地问：“你倒是钓着没有？都一上午了。”“钓着了，钓着了。”温爷爷立刻拉线抬竿，果然钓上来一条大肥鱼。段云潮一看乐了：“我也来试试。”温爷爷将鱼放好，把竿子给了他。温奶奶看着那条鱼不满：“有点小吧？”温爷爷笑呵呵的：“不小不小。”温奶奶就指着我和段云潮：“今天4个人呢。”我顿时尴尬了，怎么觉得我跟段云潮像是来蹭饭的一样？温爷爷依旧笑：“我的手艺，你还不放心？”居然是温爷爷做饭。我看他在灶台上忙得团团转，主要是年纪大了，动作不太利索。我就走过去说：“温爷爷，我帮您吧。”温爷爷松了口气：“好，火不要烧太大了，熄灭一些。”我一边烧火，一边看到温奶奶走了过来。温奶奶面露嫌弃：“快一点，都午后了。”温爷爷不满：“人家小姑娘都知道帮我烧把火，你还不如人家。”温奶奶：“我烧火，我是怕把这房子烧了。”温爷爷：“算了算了。”我一边烧火，一边听着他俩吵架，居然心情还不错。好像从小到大，侯府里从来也没有这样的生活情景。直到段云潮半晌也没钓起鱼来，温奶奶走过去不满：“鱼呢？”段云潮把杆子一扔：“钓不到啊。”说着，他另外捡起一根树枝，盯着水面，嗖的一下出手，插中一条鱼。段云潮喜不自禁：“鱼？”温奶奶白了他一眼：“粗鲁。”温爷爷倒是很高兴，还是年轻人好，身体倍儿棒，出手如风。吃饭的时候，温奶奶一直给我夹菜：“多吃点，看你瘦的。”我给吃撑了。温爷爷一边喝酒一边夸我：“这小姑娘不错，早点娶回家。”段云潮瞥了我一眼，偷笑：“那是。”我又脸红了。离开那处木舍已经到了黄昏，走出桃林，没多久就看到了湖泊。段云潮找了一条小舟出来，撑着杆子说要带我泛舟湖上。我刚坐好，就听见他问：“你可知道温爷爷是谁？”我摇摇头。段云潮回答：“温爷爷是温钦，两朝阁老。没记错的话，温钦可不仅仅是两朝阁老，还是帝师，桃李满天下。
而且他妻子是威名赫赫的丽阳公主，曾经随军出征，大破匈奴。我实在很难将丽阳公主和方才不停地劝我多吃点菜的温奶奶联系起来，半晌没回过神来。段云潮乐了，很震惊吗？我点点头。这难道不震惊？两朝帝师和丽阳公主居然在墓舍里自己做饭吃，就是当今圣上见到他们，也要客客气气地喊上一声老师和姑母吧。段云潮一边撑船，看了我一眼说：“我就想像他们那样，当天下危难之际，自然要挺身而出，匡扶正义在所不惜。可如今天下太平，海清河晏，那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别人管不着。”我抬头看到夕阳西下，金黄色的暖光照射到了他的脸上。段云潮说完后就笑了，一眨不眨地盯着湖面撑船。我却看着他的侧脸，一下子有点失神。直到船突然磕到了什么，我一不留神，差点栽倒。段云潮扔掉杆子，立刻过来扶我：“你没事吧？”我惊魂未定，指着船底：“哎呀，破了！刚才船确实磕到了礁石，水蔓延了上来，这下完蛋了。好在我们运气不错，旁边正好有另一条大船，将我们救了上去。那天虽然狼狈而归，却让我记忆尤其深刻。从那过后，段云潮每月都会来侯府寻我。我换上男装，跟他一起跑到京城西市。段云潮知道哪里的米粉最好吃，知道哪条巷子的酒最香。虽然我不喝酒，却也为香气驻足。他带着我逛庙会，看阳春白雪，在天下第一名楼里看学子们斗诗词歌赋。我们也往乱糟糟的集市跑，通常集市更有烟火气。还会去西郊跑马，那里大多都是权贵世家子弟。冬天的时候，雪落满京，我们甚至在结冰的湖面上捉鱼。回到侯府后，我娘看着我唉声叹气，现在倒是越来越野了，得早点把你嫁出去才好。我含糊：“娘，我想再缓缓。从前我一直被拘在侯府，总以为长大后就是嫁人，继续待在后院。可这1年来，我被段云潮带着跑遍京城，才发现世界多么广阔。我甚至想，若真的嫁不出去，一辈子就这样活着，也挺快活的。”我想到段云潮，他这个人真的有些魂不吝，在哪里都吃得开。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朝廷需要，他愿意投身报效，甚至愿意上战场杀敌。但如今海清河晏，他便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知不觉，我恍然回首，才发现记忆里居然有这么多的他。年底，长姐被接回了侯府，她一回来，最高兴的当属祖母。祖母一把抱住长姐：“玲姐儿回来了。”等他们叙话完，祖母看向我：“玲姐儿的住处。”我连忙回答：“娘早就让人收拾好了。”祖母很欣慰：“那就好，你们一起来陪祖母吃顿饭，都是祖母的乖孙女。”这1年来，我跟祖母的关系也逐渐缓和。整个过年期间，长姐都乖巧得不像她，甚至给家里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说是她亲手缝制的。年后，我看得出长姐不想走，可祖父没发话，他只能坐上马车继续去庄子里。5月份是大皇子大婚，段云朝着人来问我想不想去看热闹，我有点想去，可我一个姑娘家没邀请函。段云潮给我出馊主意，大婚这天，我扮成了段云潮的书童，跟着他走进了大皇子府。明德郡主果真很泼辣，
在婚礼上就自己掀开了盖头，说太热了。大皇子也宠着他，亲自给他扇风，再替他盖上盖头。这一举动让围观的权贵公子们牙都酸掉了，纷纷起哄。一位贵女来到了段云潮的身旁，拽着他的胳膊说：“云潮，快看，大殿下多宠着他呀！你以后也会这样宠着妻子吗？”段云潮眉一挑，自然。那贵女痴痴看着段云潮，也不知道你将来会娶谁，哪家小姐这么幸运？段云潮跟她嬉笑：“你猜呢？这贵女我认识，是安南郡主，从小养在太后膝下。她父亲是异姓王，为国捐躯，皇家为了补偿他，才册封她为郡主。安南郡主身份高贵，至今没有婚嫁。”回到侯府后，我一头扎进被子里，闷闷地说：“我不吃饭，不要来打扰我。”韩香进来看了好几次，犹豫问：“二小姐怎么了？”想起段云潮跟安南郡主相谈甚欢，我就心里难受。况且当时我就站在他身后，他甚至完全没有想起来我。二小姐，段二公子来了。不见。韩香大概顶不住，去请了我娘过来。我娘撩起帐幔：“双姐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说。一直到第二日，韩香又进来着急说：“段二公子和安南郡主、五皇子、六皇子一并来了。安南郡主说是过来请罪的。二小姐，这几位都是贵人，夫人也很为难。”我只好从被子里爬起来，简单上妆后，我来到客厅。安南郡主一见到我，就过来抓住我的手：“好嫂嫂，你别生气了，都怪我。”刚说完，安南郡主就指着五皇子和六皇子：“不对，都怪他们，都是他们出的馊主意。”段云潮则讪讪的：“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段云潮说：“我一直不答应嫁给他，他就是有点着急。”然后五皇子和六皇子出馊主意，让安南郡主故意在我面前勾搭他，段云潮故意和他说笑，以便试探我的心意。安南郡主拍着胸脯表示：“我一直把段云潮当成亲哥哥，再说谁不知道他心里只有你。”我看着这四个人在我面前排排站的认错，气得转身离开。段云潮追了上来，他拉住我的手臂：“对不起。”我顿住，回眸瞪了他一眼。段云潮就笑了：“你答应嫁我了，你想得美。”恒王府再次上门提亲，我跟祖父说别答应，拖着。不知道祖父私底下跟恒王府的人商量了什么，总之3个月后，婚事还是定了下来。等到年底的时候，流程也走得七七八八。年后就是大婚，我风风光光的出嫁。婚礼当天，我再次见到大皇子，他举杯失笑：“幸好你们成婚了，我当初差点就横插一脚，破坏了云潮的好姻缘。真要如此，他还不得劈了我。”段云潮没好气：“殿下还知道道歉呢。”大皇子摇头：“你也不告诉我。”我哪里知道你们已经互生情愫？我把头埋得很低，脸颊有些发烧。段云潮看了我一眼，拽着大皇子往外走：“殿下别打扰我们了，成不？”长姐在庄子里住了2年后，回到了侯府。祖父给她定了一门婚事，对方是姑苏的中等世家，中了举人，在京城举目无亲，很需要侯府的帮衬。长姐也十分听话，说嫁就嫁。在我成婚大半年后，她也成婚了。婚后听说感情和谐，再次见到我时，她大方热络，
仿佛从前的宇绰并不存在。现如今京城里，不少贵女都羡慕我嫁得好，好像从前的那些风言风语也都不见了。段云潮问我想什么呢？我站在城门楼下眺望京城，轻叹：3年前我以为自己的人生走到绝境，后来又以为跟长姐的关系这辈子都不可能和好，可现在好像一切都挺好的。段云潮失笑：哪有过不去的坎儿？走，我们先回衡阳住一段时间，再去游历天下。他说京城玩够了，他要去别的地方。能够不困于后院，我自然也是乐意的。大皇子从圣上那里请了一道圣旨，给了尚方宝剑，让段云潮游历的同时，顺便在各地巡查。他答应了。想到以后能跑遍天下，我看着他也笑了。好。